全部的前辈也蛮老的，所以要有新人进来，所以我们下一代还会有人做这个行业。沟通的任务就是代表商家来带动这个孝心，把他们在葬礼内心里面的哭又哭不出的感觉，就表现出来给他们。身为一个礼仪师，每一场丧礼对于每一位家属都是非常特别，他没有得右转的。新时代新潮流，就连殡葬行业都与时并进，改头换面。在新的包装下，即便充满美感和巧思，却依然无法冲淡丧家所承载的悲伤。在丧礼礼上的哀伤哭泣，它既是情绪的宣泄，对往生者的依恋不舍，也是千古流传下来的文化。哭丧更是孝道的一种表现。这4位舞狮团的队友主要参与的是喜庆表演活动，不过这几年来，他们也跟殡葬业有着紧密的联系。我叫做陈喜文，今年53岁，我是来自新加坡卫艺体育会的创办人，我也是从事殡葬业生意。这个丧礼属于丧就属于悲了嘛，悲哀，很伤心就哭啊。我叫陈宝成，今年59岁，也有处理那个殡葬服务了。丧礼最后一天的孝子和孝女，他们会悲哀。就是不舍得，大多数都是会哭的。早期可以去聘请这些孝男孝女啊，但是新加坡现在没有人要从事这种工作，连我们就用这个哭童娃娃来代表了。哭童是喜文3年前从台湾引进的，他还挑选了2位年轻人来诠释哭童这个角色。我叫刘家伟，我今年27岁，我从事装修行业，我的兼职是大头娃娃还有哭童。我叫徐珍贵，今年33岁，职业是红白服务业，兼职哭童。我是从操作锣鼓大头娃娃开始的。我之前在这个大头娃娃已经跳有10出年左右。我跳大头跳了差不多7、8年了，陈喜文先生又叫我们来跳哭童 ，Alan 是跟我讲要不要一起去表演，我就讲好，我们一起试试看。何以痛哉笑哟！我是有拜访台湾的师傅，从那边学习表演这个哭童的仪式。毕竟我也是第一次，我们的默契就是看 video 真实的表演，我们就试着去做那些动作，自己更改一些属于我们自己新加坡人的风格。刚开始开鼓的时候，我们就慢步走，走着就开始坠步了，看到棺材，第一头会先跪下。第二头就会跪着哭，抬头起来这捶着心肝，就感觉到心很痛。哭、卖泪、抱，只是真正的人类孝子没有哭到这样夸大。哭童的任务就是代表商家来带动这个孝心。百事行业近年来出现了一波新趋势，
越来越多年轻人成为这个传统行业的生力军。我是何远良，今年26岁，我是一名丧礼策划师。全部的前辈也蛮老的，所以要有新人进来，所以我们下一代还会有人做这个行业。远良出世前，父母就已经从事殡葬业了。从小接触这一行，他对殡葬策划驾轻就熟。如今自己带队推广年轻人的策划理念。现在比较modernize了，所以年轻人是不会走传统的那些礼俗，想要简单化。灵堂布置走的是简约风格，员工外形装扮上，他讲求的是得体庄严。工作人员团队穿着制服就会有纪律了，也可以让往生者有一个比较庄严的一个送别了。所以我们就选择用这个中山装的这个制服。尊敬的陈夫人，主持丧礼的礼仪师也趋向年轻化。我是陈家豪，今年31岁，毕业于工商管理系，我是一位礼仪师。我从大学毕业了之后，我认识了在这一行的朋友，那我的启蒙老师就带着我进入了这一行，我也抱持着一个试试看的精神来试试一下，那没想到就持续了8年。人生如梦，眼前过。礼仪师他的最重要的一个责任或者工作，他就是需要带领着家属来举行最后的告别仪式，来总结他们之间与这位亲人呢的关系的一个所谓的最后的总结。当我进入这一行的时候，我有问过我父母亲的意见，那父母都说很好，叫我继续。那对于朋友，当然是因为这一行是非常特别，那所以也没有这么多的人了解了这一行，所以当然会必定有一些阻力了。我们请我们慈众会的，我有一位朋友就跟我说了，你进入了这一行了之后，我看我们减少我们联系的方式，因为他觉得碰到我是非常不吉利的事情。当时的心情是蛮难过的，因为怎么样都是很好的朋友。这一天，家伟和郑贵接受了丧家的委托，在告别礼仪上诠释哭童送丧。今天的丧礼是为了我爸爸准备的啦，因为爸爸只有一个，所以我们就要做一点比较热闹的。每次去参加这些葬礼啦，都有印象有这些表演啊，它能带动那种悲哀的感觉咯。营造悲伤，两位哭童各有他们的套路。我们表演的时候，我们会做大动作。开始的时候，他们没有什么哭，要绕棺材的时候，慢慢爬着进去，他们就有一点小激动了。我们就慢慢开始爬过去棺材，抱着棺材哭。其实，在看着他们的时候，我们会念着一路好走，希望早日投胎。惹哭了他们又很悲哀。哭童代表孝子来祭拜那些往生者最后一次。即使累积了3年的经验，每次送丧依然是一次内心的交战。不管是1次、10次还是多少，还是会紧张，而且我的感觉还是永远是悲哀，因为我会想起过世的婆婆，会有点悲哀哦。在悲哀的告别礼中，两位哭童已经合作了100多次了，有些经历毕生难忘。难忘的一次经历是一整天都在下雨，我们照样表演。
在雨中，跟着殡葬的车子一起走。库童的衣服湿了，又比较黏皮肤，可是还是尽我们的能力来表演完给他们看。本地的哭童主要以潮州和福建两派为主，家伟和镇贵诠释的是潮州仪式中的哭童，搭配传统的锣鼓乐。正荣宫悬江店负责人陈荣新所办的是以传统福建戏曲衬托哭童的送丧仪式。福建人比较悲哀的歌曲啊，好像五子哭坟啊，我们福建啊唱出来的那个哭腔啊，就有一点带那个悲的那一种哭腔。把这个曲放在这个哭童会比较融入嘛，当做是一种小型的戏班，来带动那一种劝世啦、劝丧啊这类孝道的精神。哭童说，听到那些劝世的那一种讲道的那一种感觉啊，他都自然的在里面哭了。哭童在哀伤氛围中带人哭丧，同样在悲情中工作的丧礼策划师，必须在感性的心绪中保持着理性的沉着。丧礼策划师的主要工作是帮忙家属策划一切丧礼的前以后。我们随时都要放下我们目前在做的东西，马上赶去家属的位置了。我就会guide家属要怎么做，就是首先要去get死亡证书，从那里我们才可以接手把他的大体transfer去我们的 embalming room， 跟他做防腐清洗和化妆，之后才可以开始那个整个葬礼。远良在工作上也曾接过一些非常特殊的案子。我们也有处理过一个案件，他的父亲带着他的孩子来找我，他当时是已经得了第4期癌症，说他的丧礼要怎么安排，要怎么策划了。我是觉得这样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事情的。大概1个月后，我收到他的儿子的电话，他的爸爸已经往生了啦。当我看到他的大体了，在那个时刻我就觉得人生无常了，so anything could happen 了，so yeah。要珍惜的眼前的人和时间了。陈家豪当了礼仪师后，看到许多生死永别的场面，令他更珍惜生命。从告别式中啊，我们要学习的到的就是珍惜当下，不要让自己的人生的生命当中留下最后的遗憾。为了不留遗憾，每主持一场告别仪式，他都用尽了心思。我们要带着一个很深刻的同理心来进行丧礼。即是一道大炼改观。我们不可以麻木，我们要不忘初心。因为每一场丧礼对于每一位家属都是非常特别，他没有得右转的，他只有一次的机会。通常在举行一户家人的告别式之前，我们就需要下去治丧处，然后去了解一下这个家人的家庭背景，跟他们家属沟通，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特别的要求。最喜欢吃什么？香，我会了解往生者喜欢吃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可以特别跟他准备，在告别式上呈现，让他们家属们有一个心灵上的安慰。我们要站在所谓的家属的角度，亲近家属心灵上的地方，不是每天按照同样的刻板印象来举行告别仪式。丧家的悲痛，家豪感同身受，还能压在心里。
但是，一旦死亡降临在自己的家中，家豪崩溃了。2021年的5月，陈家豪的母亲与世长辞。何远良父子受委托帮忙策划家豪母亲的身后事。凌晨大概12点多收到电话，他是说他的妈妈跌倒撞到头过世的啦，说我们就直接下去他的家，就跟他讲要怎么做了。Logistic 我们先安排一下，我们会问他是想要哪一种的 set up。工作人员今天早上来这边，把他的帐篷跟那些灵堂布置先弄好。我们跟他说了4点棺木这些还有人会回来，说3点半他们的 family member 就要在这边集合了，准备接着老人家回来了。同行业者对于亲人的离别，会反而比普通家属来的痛10倍、100倍，因为生离死别，我们每天都在所谓的都在进行。当那一天降临在自己的家里的时候，自己会完全不能接受。不能一一到府上拜访，只能再次感谢你们。你就会了解到世间的残忍。孩子们敬献果篮以放。5天的丧礼来到了尾声，临别依依，即使不舍，还是得忍痛送别。当你要进行自己家人的告别仪式的时候，那心情是非常的复杂的。当时没有办法，我只能挑起了大梁，然后按照我知道最标准或者最圆满的方法来圆满我母亲的告别仪式。我最想要跟她说一声谢谢。他离世了之后，我就发现家里的很多点点滴滴、小小的事情都是他处理的，所以呢，要感恩他，要感谢他。年纪轻轻，却已经看尽死别的无奈，远良对人生有了新的感悟，就是要回馈社会嘛。我们会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呢。我们也有做一些 pro bono service， 一个癌症的安哥，他自己打来说他是想要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葬礼来，可是他没有钱呢。过了一阵子，就是这个安哥pass away。From there 我们就帮他处理这个护士了。过了就是那火化仪式之后，我们就会把他的骨灰坐船出海，把那个骨灰放进大海了。做一点善事也是对我们自己也比较好。当商家的 family 啦跟我说谢谢，一切都做得很完美，很满意，这就是我在这行的做这个份工的满足感。泪比炮滚炮虾。秃头在哭丧悲情中全情融入角色，一旦卸下装备和身份，心情虽被波及，也有欣慰的时刻。我做普通，代表他们当成孝子，这个就是我的工作。那时候我们表演完了，他的孝子亲自过来跟我们讲谢谢，就很感恩我们为他们做这个表演。当时的心情我尽我的能力，你喜欢，家属喜欢就好了。其实我真的会蛮感动，就是他们
感觉得到我们为他们还有往生者的付出。然而，并非所有的人都会了解当哭童的内心感受。我朋友会说：“你不怕吗？”他也是人，只是他是没有气的人。人没有做亏心事，不需要怕这些。做饭店啊，红白事，这些都是也是人在服务。如果你怕说不吉利、不吉祥，担当这个白事的东西，就没有人做这个职业了。我的朋友大多数都知道我做这个行业，他们不会来批评我还是什么。我的家人那方面是父母很反对，可是我还是硬着头皮去做，因为我已经做了很多年了。要讲放下的话，要真的做到老，不行了我才放下。舞狮舞龙年轻人很多，白事很多人不敢参与，因为这个也不是说坏事，也是算做功德也是了。希望有更多年轻人了解，代代这样走下去，不会断掉哈，会让更多人了解这个古铜。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传统文化，也是一个艺术，就是因为毕竟新加坡人也是没有人在做的，只有我跟 Alan 把这样的表演发扬光大，而且也会把这些传统传流给下一代。